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际的讯息，俄乌战争最新的发展。俄罗斯呢现在继续的发动猛攻，尤其是连夜在凌晨的部分，我们在关心柯文哲是不是会被声押获准，但在乌克兰这里是遭到了俄罗斯连续用了20枚左右的飞弹哦，还有导弹弹道飞弹去加以攻击。那乌克兰空军今天表示，俄罗斯连夜向基辅发射了包括无人机啊、巡航飞弹啊、弹道飞弹啊，凌晨呢让乌克兰的首都发生了多起爆炸，居民还被送进了防空洞。那波兰的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就讲了，俄罗斯被空袭了乌克兰之后呢，波兰盟军飞机也紧急出动，保护波兰领空，怕被波及。所以从9月1号大概50伤的这个俄罗斯的空袭，还有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这里啊，泽连斯基点名说，西方盟友一定要互力挺啊！我现在需要你们所有的资源啊，已经有连续10波轰炸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了啦，还有弹道飞弹啊，呼吁西方盟友必须赶快提供所有的一切，否则你看看这个烽火连天，一天到晚被炸。本来其实这个战火正在希望能够促成和谈的阶段，现在在乌克兰去攻击了俄罗斯本土之后，现在逼得双方的这个战火没有办法进一步有和平的可能吗？那乌克兰也对俄罗斯的能源设备再度发动攻击哦，有15个地区的大规模袭击，用的是什么？158架的无人机。这个攻击针对的是发电厂、炼油厂。俄方说都全部击落，所以没有影响嘛。总之，这个互相的你来我往的攻势并没有停下来。而担心乌克兰攻击克里米亚大桥啊，俄方现在的做法是部署了铠甲的防空车，避免被攻击。如果一旦攻击这里的时候，克里米亚大桥每次都被炸，这是要保护好后援，还有补给跟军队能够顺利进入。还有俄罗斯军队接收了新的各种战斗车辆，也是为了接下来包括空降作战的2栖战斗车啊，都是为了现在进一步扩大攻势而进行吗？看看地图啊，现在顿内茨克被俄罗斯所控制，现在红军村目前这里的人数呢，距离大概5万公里，据说已经非常近了。从库斯克这里，乌军紧急调派了2000人来加以这里来作战，希望能够阻止攻势继续进行。那只剩5公里的情况之下，顿内茨克的前线是不是岌岌可危呢？乌军把人调去，包括了在俄罗斯境内啊，还有到了红军村这里呢。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今年秋季这里就直接红军村就要被拿下来？再来看看乌军撤离的玩空城计吗？红军城也有一个报道是说，现在乌克兰打算玩空城计，你就算打进来里面没有人哦，看似要弃守，可是一波波进攻所造成的伤亡。却是实实在在的造成了人命的上升啊！还有一则报道是跟情报战有关，这个 CIA 被削减俄罗斯的特殊战力吗？有一头可爱的白鲸爆红，那突然死在沙滩上，他被怀疑因为被认为俄罗斯训练这些海洋的动物，白鲸啊、海豚，因为智商相对高嘛，在他们身上绑摄影机镜头啊，说被怀疑是普京的间谍的这位白鲸呢。5年后被发现，今天这2天哦，今天最新的消息，发现在挪威外海被发现漂浮于海上，那确认死亡。那这个报道是说，因为过去在冷战期间就有很多苏联啊用白鲸海豚训练来造成这个敌方破口的概念，现在是不是还有？也的确有可能的影响力吗？这样的协助潜水兵，我看起来是非常不人道了哦。但俄罗斯的海底间谍啊被灭口这种消息，还有一件事情是 Telegram 的创办人、执行长，法国逮捕了这个社媒平台 Telegram 的创办人杜洛夫，因为俄罗斯人呢没有办法用 Google 啊，也没有办法 FB 啊、IG 啊，所以要用 Telegram 来做一些新闻跟社群的平台的读取跟联络啊，现在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也有双方包括情报战、社群战的一种攻击的新手法嘛。亮哥，先来看看俄乌战争现在的情势发展，对乌克兰是越来越不利。对，我觉得关键不是你有没有用150架无人机来轰对方啦，因为在乌克兰独立日，俄罗斯也轰了100多个飞弹去打乌克兰啊。重点不是这个啦。重点是你的地面比较大型的部队有没有推进啊？还有它推进的地方是不是战略要地啦？因为库斯克，你如果没有办法打到首府，不构成战略要地，它你只打下一个输甲嘛。那现在也被俄军给困在那里啊。那可是问题是乌东那个红军村，这里关键那个就非常关键了。
那个顿涅茨克大概这一个城市，它掌握了5条公路跟1条铁路，几乎是南北的动脉，铁路就掌握在这个城啊。它人口只有6万，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那目前俄罗斯距离这个红军村只有4.5公里，而且都是在8月发生的。本来俄罗斯打下那个阿瓦迪夫卡，他推进的很慢啊，他也没有一定要打啊。结果你去打库斯科，他就决定全力要打红军村啊。红军村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被打下来，那就非常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往前看就是德涅伯河，那一望无际的平原，基本上没有防御工事。因为乌克兰没有想到会打那么远啊，结果你现在逼得人家打那么远啊，那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变数啦。比如说，因为我们一般讲小乌东就是顿巴斯嘛，大乌东是一路打到德涅伯河啊，是，那打到德涅伯河，乌克兰就累了，因为德涅伯河那个河运往上走，那个水军啊，可以直接打到基辅啊，所以我是觉得乌克兰现在恐怕是要想方设法要守住红军村，因为你即使守住你那个库斯克那个输甲，那相对于你红军村陷落，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啊。而且因为那个地方等于是孤零零的自己晾在外面，中间还隔了哈尔科夫，才到俄军的主战场。那红军村这个地方，坦白说，如果真的被俄罗斯打下来那南北动脉线你的运输补给就会出问题，而且俄罗斯随时可能再往前吃啊。那如果你真的是大乌东很多领土沦陷了，俄罗斯现在目前占的领土如果加上红军村，整个这样一块大概是22%。你如果再往前打大乌东，可能你的领土会丧失到30%那就很惨了。而且俄罗斯也不是完全没有正当性，因为德涅伯河以东是讲俄语的，而且大部分都是东正教那因为乌克兰的地理就是这样嘛，那以西就是天主教跟讲乌克兰语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让他有机会打过来他就开始给你搞一些宗教啦，或者是民族啦，或者语言的民族主义啦。那我觉得到时候战局会整个改变所以现在呼喊西方在增援也没有用。对，可是他那种呼喊实在是太空了啦。比如说，他认为他打下库斯克，他实际上没有打下来，他只打一个城市而已啊。然后他希望美国能够开放让他用远程武器嘛。可是美国对他不放心嘛，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国家在无助无望的状态，可能就会乱打，不可控。对啊，你怎么知道他那500公里的飞弹会打哪里啊？那目前他手上是那个 ATACMS 是陆军战术导弹，它最长可以打300公里，美国都对他做严格的限制说你最多只能打克里米亚，那乌克兰就说你要让我打库斯科美国到现在还不敢同意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局下去，乌克兰会相当麻烦他应该要尽快决定要不要撤军来回防他自己的顿巴斯。是，斌哥看这新闻匪夷所思，说是最可爱的间谍，可爱白金，然后居然被当成这个间谍，然后被灭口。这个其实前苏联本来就有训练动物来当就是军队的辅助的这个习惯，因为他们会在白金身上装一些包括监视器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协助他们探取一些情报那前苏联确实有在做这样的训练，那到了俄罗斯之后，其实应该还是有持续在进行。那这一支其实是2019年的时候就被人家发现，那当时被人家发现的时候，就因为他身上有背带的痕迹，所以他们怀疑他可能是前苏联在训练的东西，但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这只是他们在怀疑那理论上来讲，白金的寿命是蛮长的，应该有30-40年以上。那结果现在这只白金只活了10几岁就死掉，所以才会传出来说是不是被灭口？我想莫斯科现在应该没什么空去灭一只白金的口了。我想他们应该不会闲到这种程度了，这应该就是可能出了什么意外，或者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那当然，白金是很可爱，我也不赞成人类训练动物来当战争的武器，这是不好的。那可是
也不要把它讲得这么夸张，讲得好像那个俄罗斯现在还到处在训练动物，到处潜伏在哪里去做什么。我觉得搞得太过头了。那当然，情报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Telegram 这个东西，俄罗斯过去从这个管道其实拿到了很多相关的消息，他们也从 Telegram 上面去研判了很多讯息，所以现在西方就是要堵绝这一块。那对俄罗斯来讲，如果你真的堵绝，他们当然也只有另辟蹊径啊。你不会以为俄罗斯的情报单位只会在俄罗斯境内吧？他们一定有很多潜伏在西方这些国家或者什么，他们还是会把这些讯息送回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故意在讲说，好像 Telegram 一进，他们就完蛋了，还是怎么样？那对一般民众当然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那但是网络世界，老实讲，很多人都有很多办法可以跳过这些封锁，去看到很多其他的东西，这倒不用去为俄罗斯人担心。那只是乌俄这个战况，现在很明显的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因为红军城可不是一般普通的地方，红军城是从克里米亚失去了以后，2014年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边不断的加固，不断的在这边运送物资啊，然后在那边构筑防御工事啊，所以是他们经营非常久的一个地方。那如果你现在为了库斯克把红军城丢了，这个是完全不符合道理，而且就像亮哥刚刚讲的，红军城后面你几乎无险可守。那你到最后你要准备迎接来兵败如山倒嘛？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那问题是，现在泽连斯基的两难，就是因为他库斯克这边宣传的太过头，所以如果你这时候从库斯克撤兵了，好像是在向西方承认我过去都是玩假的，我过去讲的都是假的，实际上没有这么厉害。那我觉得泽连斯基担心西方会不会就此再减少对他的援助，所以他在政治层面上一直不愿意割舍。可是他如果不赶快把库斯克的精锐部队调回乌东来的话，那他乌东这边可能真的会守不住。而且据说现在他们那边溃退的情况非常恶劣，也就是比过去几个月来这种进展是天差地远的差别，是一路的败退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因为他败退的很快，所以俄军现在也开始在疑惑，就是你是不是故意设一个空城计来陷害我？你是不是在等我，诱使我上当？所以俄军现在也蛮小心的。但是俄军现在已经因为在乌俄战争，他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现在他们都不会先丢人进去，他们都是先丢无人机啦，先无人机把所有的情况先试探一遍之后，他们才会决定下一步的战术是什么。所以我个人觉得，就算因为这样子迟滞了俄军部分的攻势，但是俄军应该很快就能够探明在那附近的情况。那到最后还是一个军力的比较。那你在这边当面的军力比人家弱这么多，因为听说是6:1的比例。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到底要怎么抵挡？乌克兰真的要好好想清楚。江老师，好，我们台湾大部分接受的是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啊，通常是俄罗斯打乌克兰呢，就说哎呀好残暴，很残忍，然后乌克兰打俄罗斯呢，哇好英勇，很大的胜利。但是刚刚我们看到新闻，就是乌克兰发射的150架无人机啊，通通都被拦截了，所以也就是说，它攻击俄罗斯的那个效果并不大。然后，又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波攻击，好像是蛮厉害的。其实我一直怀疑啊，在我看西方媒体啊，也有人提出质疑，就是俄罗斯为什么对基辅啊，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城市呢，还保持了相当的克制。你看他在乌东战场，他有使用那个滑翔炸弹啊，重磅的 FAB 3000到5000啊 ，FAB 5000呢就是5000公斤的炸弹，那个换算成磅呢就是11000磅。它落地的时候，弹坑可以有到30，甚至要更大啊，30公尺。我记得乌克兰有一个军队的一个长官说啊，他说这么大的炸弹丢下来啊，即使你在旁边没有死，你全身都是灼伤，因为那个炮弹的碎片还有爆炸震波哈，但把你全身都打得身上都是伤。他说不是一般的士兵啊能够承受这么大的、这么重磅的轰炸的攻击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影响，因此对我们乌克兰的士兵的士气影响很大。但是这就很好奇了，为什么都没有对基辅啊使用这么重磅的炸弹呢？亮哥不晓得知不知道这原因？你看他的机场没有被炸，
它的主要道路都没有被这种重磅炸弹轰击，所以其实俄罗斯还是蛮克制的。没有痛下杀手，没有痛下杀手。仍然是有保留的。它有炸电厂，对，但是让它瘫痪，但没有让它灭亡。对，是。好，接下来看看这个美中的对抗里头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叫做科技。9月份马上 iPhone 要出新机嘛，最新消息是说，在这个华为的部分也预告它的新商品3折机啊。华为终端9月10号就要举办的这个记者会，跟苹果 iPhone 16是同一天。那在最新他所发表的消息里面是说，这个董事长余承东啊，将发布别人想不到也做不到的划时代产品。当然很多人传出来3碟机、3折手机啊，那有什么样特殊的科技的突破跟发展，那也发现余振东使用这个3折手机的照片在网络上曝光，大家就关注啊，在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啊，也是下一波接下来可能值得观察的地方。而中非论坛在9月4号、9月5号即将要召开了也是在北京展开的。这个中非合作为什么被关注呢？当然就是全球南方所产生的影响力。中非论坛现在一共有53个非洲国家，去年整个中非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2821亿美元哦，连2年已经刷新了历史的新高。到去年底为止，中国对于非洲这里的投资已经整个存量超过了400亿美元，而中国的产品在美国跟欧洲面临的限制越来越多啊，围堵啊、限制啊、提高关税啊，所以非洲就是替代的市场。而王毅呢，则分别见了南非、塞内加尔的外长，在这样的见面里头，更表现了他们对于非洲国家的友好或者是合作的这样的氛围。那么，为什么南非开普敦的居民，大家在问一个问题啊，要大举涌向中国的和平方舟医疗船呢？这艘船开到开普敦这里呢，和平方舟由开普敦开到安哥拉。过去这个医院船已经访问过了塞西尔啊、坦桑尼亚啊、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这是2008年开始的第10次巡航。这当然是地方其实贫富差距非常大，是非洲国家的很关键的问题。医疗资源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一般的民众？这艘船发挥了重大的友谊，还有医疗的人道影响力。而金砖国家呢，大家更在看啦。2023年的金砖国家峰会上，新加入的有谁？埃及、伊索比亚、伊朗、阿联酋成为金砖的成员之后，新成员现在锁定就是北非喽，还有中东国家。那金砖国家的银行批准的南非基础设施呢，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这些国家可以重新再来，包括卫生啊、医疗啊等等各种的科技发展。基础建设的发展就是这些国家现在最需要的。而北非第2个国家阿尔及利亚也加入了金砖国家银行，这个新开发银行是由阿尔及利亚的总统特本来跟习近平见面之后所宣布的。连埃及也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金砖国家会跟 G20 平起平坐，南方崛起要从这里来发展，金砖国家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多，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啦，甚至外交啊的影响力上也会越来越更大。伊朗现在加入上合组织，金砖国家能不能进入呢？也还在观察的阶段。那土耳其也公开表达，他要成为金砖国家，这是由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费丹公开再一次表示。先前曾经传出来过了但是其他国家就有意见你不能脚踏2条船但是外交部长仍然再次表示，他要加入金砖国家，原因是要减轻对西方的依赖，实现经济组合的多元，对土耳其好。所以中美国家驶向金砖这个报道告诉大家，外媒说的是，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也表达坚定要加入金砖国家，所以已经有159个国家10月开始要采用一个新的金融系统，这个金砖国家的支付系统就会取代 SWIFT 咯。那这个以后美方要再制裁欧洲国家，要制裁这些任何国家的时候，这个金融系统的取代性就大不如前了。亮哥，我们先从科技面来看起当华为要这个划时代生成的新机，你认为影响会是什么？它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现在苹果已经跌出前3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了。华为事实上，它在被禁的那一年，它是世界第1品牌，对不对？生产总量，那现在只是慢慢在恢复，现在是中国市场的元气了因为鸿蒙系统在世界上要卖，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说你如果不是住在中国中港澳啦，对，那你谷歌很多东西你都接不上就有实际上的困难。
所以他现在还是先从中国市场开始打起了。那这个没有问题啦，因为它的品质是相当稳定啊。那至于这个非洲啦、金砖啦，坦白说，我认为中国大陆到最后一定也会面对类似美国当年那个世界银行一样的困境啊，就是大家都要来要钱嘛，那大家都想参加嘛，美国后来主导的世界银行，后来为什么越来越不重要？因为1亿美元以上的融资项目越来越少，因为国家实在太多了，那早年大概2、3千万，很多的人都可以接受，可是现在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人家要做铁公路啊，要做比较大的电站啊，等等等啊，那个金额动不动都是10亿以上的啊，比如说中老铁路，中国大陆整个融资是59亿美元呢，这世界银行怎么做得到？那你去想一想，这么多国家，老挝还是一个，辽国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那稍微大的国家，它需要的融资金额一定相当可怕啊。那金砖银行事实上是中国主导的啊，是，所以它未来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其实金砖国家也不要扩张太快，因为你扩张太快，你就会变成联合国那个77集团啊，到后来什么的功能都没有。它还是要步步为营啊。那非洲中国大陆是把它当作一个战略的一个区块啦，因为它有54个国家，那除了史瓦蒂尼之外，它等于是在联合国就稳住了53票啊。那坦白说了，非洲也是现在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在4%以上，所以它的中产阶级目前人家预估中产阶级已经有9000万嘛，那人家势必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比较高阶的工业制品嘛，那中国大陆一定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所以这个市场我觉得就是很稳定的，中国可以把握了。那他只要一进入，我觉得他没有对手。那当然他这个 GDP 还不够大啦，非洲现在的 GDP 大概刚突破3兆美元，事实上比东南亚还少，可是因为它的量体很大，它人口是12亿5千到13兆之间，12兆，12亿啦到13亿之间啦，人口基数很大啦，而且目前也有好几个国家都已经慢慢起来了。本来我们都会想到南非嘛，那事实上现在阿尔及利亚啦、埃及啦，还有奈及利亚都崛起了。现在第一大经济体是奈及利亚，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大概是从比较长的角度在经营非洲啦，不只是为了得到国际政治的支持，那现在更把自己未来的市场投射在非洲啦，因为它很稳定啊，每年就是4%以上的成长率，那这么大的一个人口的基数，还能够稳定以4%的经济成长率在成长的，已经找不到了啦。所以就是跟着它一起成长嘛。那你去想一想，它的中产阶级如果到了2亿啊，那他们要买谁的东西？所以中国大陆显然就是这样在估计了，就是它的出口的，就是跟着非洲一起成长嘛。因为东南亚现在大概已经整个都满了，饱和了，已经饱和了，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力量。那我认为非洲未来也是比较有机会慢慢的趋近这样。取代欧美现在围堵的市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科技战当然，手机啦这些日用商品、晶片都是重中之重哦。美欧一直在对于中国大陆加以限制。那现在华为出的这个3折手机，同一天要跟 iPhone 同时发表新机。当然，他会选择在这一天，可能是巧合，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心头也很清楚 ，iPhone 就会在那几天发布，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也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啊，觉得根本我就是跟你对撞强蹦，看看会怎么样。那大陆网友那边其实蛮支持的，据说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大陆至少2000万人很夯去留言，这真的很热门新闻这一则，对，这非常夯。那实际上不瞒大家讲，我也蛮有兴趣，因为我最近一直很想换手机啊，因为我这一支已经用了蛮多年了。那可是呢，我一方面在等 i16， 可是又觉得 i16 至少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听到什么很
很让人家觉得结合 AI，不对，知道会有什么结合变化 AI，其实别家手机其实已经出过，那它有没有什么新的亮点？当然也要等到它正式宣布之后才会知道。可是像华为这个3折手机就蛮有亮点的，因为现在一般都是对折嘛，对不对？看是左右对折还是上下对折，就它这居然是3折，哇，变很大。对，亮哥已经在实验示范了。对啊，你知道3折打开来就看起来像个小平板，对不对？那个感觉上，当然那个还要看它正式到的效能如何，好不好用。所以我觉得华为当然它就一直努力在创新，那它也就是一直在重新要恢复它以前那个手机霸主的这样一个地位。可是我必须说，这其实也挺冒险。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只手机多少钱吗？这只手机超过2万块人民币。人民币呀，对，非常贵啊，8、9万，你知道吗？一台 notebook 都不止的价是格。，所以这是给高端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他花这么大的心力在这种折叠手机上面，其实也蛮冒险。为什么？因为即使折叠手机，不管是小米啊或者什么其他都就是现在世界各国都韩国也好，都出了很多折叠手机。可是折叠手机目前为止只占全世界消费量1%而已。所以你对只有1%的市场，你投注这么大的心力，会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华为显然并没有再去担忧这个东西，它还是往这个方向去迈进，表示他们自己的评估是认为这个是可行的。所以我觉得就看最后市场会证明它的这个策略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只是如果真的要卖这么贵，我就要想一想了，因为8、9万去买一只手机，恐怕对很多人来说真的要考虑很久可能的事只针对顶层的，对，就是最顶级的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再去看看。那至于金砖国家呢？金砖国家当然这几年很多国家都积极想要加入，那当然是看到说，金砖国家可以给他们一些贷款啊，可以给他们一些资助啊。可是问题是，金砖国家的发展中间也不是没有其他的问题的，因为金砖国家这几个国家很多彼此也不是那么相合，那他们真的都能够达成一致吗？而且当会员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不会大家彼此想要走的路的方向不一样？那目前为止当然是以中国大陆为主导，那可是以中国大陆为主导的话，慢慢开始有一些国家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利益可能就会产生冲突，那到时候会往哪个方向走就很难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大陆还是积极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未来我认为大陆在非洲这个地方还是会琢磨非常多的资源，因为这个是中国大陆已经重点开发几十年的地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非论坛马上就要召开了，对于中国大陆来讲非常重视哦，在北京登场。对于非洲市场可取代欧美的市场来讲，中国大陆怎么看？这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是2018年以来的第一次，就是等于说隔了差不多4、5、6年啊。那当然是因为有这个疫情拦阻。那先前啊，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合作论坛之前呢 ，AU 就是非洲联盟啊，他们有派代表跟北京讲啊，说你们援助我们做这个“一带一路”，弄了公路、铁路啊，然后港口、机场都做得很好，交通这些基础设施很好，但是这样不够啊，因为我们希望要有产业，有传统产业，所以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建立传统产业？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回习近平去南非主持那个北京汽车集团南非工厂生产线的启动啊。这个北京汽车集团是大陆蛮大的一个生产集团，它在20多个国家都有整车生产工厂。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课，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时事评论员江宝珍，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当然这几天已经连续4天3夜，大家都在关注究竟柯文哲的案子现在的发展。当凌晨3点18分。柯文哲走出地检署，是以无保请回之后呢，当然这个理由书引起了民众党整个士气大振嘛，就说法官认为
犯罪嫌疑不重大，也就是说，北检声押这么大的动作，内容却是没有具体实证吗？这个金华城案凌晨裁定无保请回，对于检方来讲是重重的打脸，但反而倒过来，彭振声前副市长第一波曾经约谈，也是请回啊，也没有要求这个保释金啊，就这回反而直接被裁定收押了哦，包括了应小薇，包括另外2位厂商威金、沈庆金等等的人，所以现在变成只断点到了彭振声副市长的裁定吗？柯文哲主观上没有知情的情况，也没有明知违法的情形吗？哦，所以这个金华城案接下来的发展，当然关键在于今天还有个最新的，包括了这个执秘的部分，回国之后也接受侦讯，下午是会以北检复讯如何发展，而北检也说要提抗告，今天下午最快会提出来，有没有可能再一次的驳回，要让地院重新再来裁定这个无保请回的决定有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就看所谓的新市政有没有可能发生吗？因为限制阅卷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说服？因为有郑文灿的案子啊，有其他的案子，让大家对于柯文哲现在的处境其实也还没有板上钉钉，还有的看。那么当然大阵仗哦，在整个柯文哲的侦办过程当中，55张搜索票，48路的大搜索冲到柯家，对于民众党来讲，一直抗议的是说，为什么中央党部只要他到过的地方，通通都要搜索吗？符不符合比例原则呢？是不是在压人取供？先把应小薇啦这个还有厂商的部分先压起来，再来找证据吗？或者是当庭上铐这件事情，有一些人认为有必要吗？就2晚睡后审视如坐地牢之外，要上铐让媒体来看得到这样的画面，是不是有刻意羞辱，或者是有没有带风向啊？所谓侦查不公开，通常是针对当事人啊、被告啦。那对检方呢、调查单位呢，有一大堆的报道一直传出来，包括什么不明金流啊、ATM 太太跑去存钱呐、700万啊，后来又变成了170万啊，170万的部分，陈佩琪说明了清清楚楚他的流向之后，那小草外抗议500人，然后就拿梗图来说，过去在立法院随便就破1000人的青鸟，这个小草才500人等等。但我看他们不管天热啊，或者怎么样的日夜的守候，对于小草支持者，还是有一部分人坚定的在挺阿伯啊。梗图更是多啦，例如郑家纯呐用这个低胸罩开香槟庆祝他啊，或者是白悟空、掏空等等这种梗图在网络上不断的要把他的人设整个崩坏，从政治献金案一直要杀到现在的这个金华城案，后面还有没有？那当然，这个联合报系、今日报的重磅快评就认为说，那奇怪了，北检是靠侧翼在办案吗？啊，办完案从检方这个侦办的进度里，却反而翻车，被院方认为是没有实际的证据，到底不明金流到哪去了呢？这个是侧翼跟绿媒合作北检产生的司法合作吗？那甚至也有人说，这个北检是让柯 P 满血复活，侦押庭里面检方拿不出金流的证据，司法输掉尊严，迫害在野党主席吗？那小丽媛前一段我们也讨论过，他的公开评论是在柯文哲无保请回之前，他说民众党现在只剩下10%铁粉了，这样的支持度再也没有办法掀起风浪，也没有办法重拾声势。但这个各种的这些小草有可能变青鸟吗？这种的讨论呢非常的多，连微博热搜都是第1名啊，柯文哲被当庭释放。还有石板民夫也质疑民众党双标啊！你过去在其他的政党的人涉案的时候就暴跳别人自己人被收押，反正不一样，别人被收押就理所当然啊，自己政党就批评司法不公。他说双标世界罕见，不过这日本的学者这样看，也有日本的学者看法不一样啊。方格恩美国的律师方恩格他美国的律师，他就说：难道贵国执政的自民党很清白吗？日本政坛也有各种的风暴啊，也有人被这个有弊案所追索啊。岸田文雄因为党内的政治现金这些问题，导致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所以美日学者看法不一样。外国人都对台湾的这个比连续剧还要精彩的剧情发展很关心。亮哥，你怎么看接下来柯文哲的处境？我这个是北院跟北检意见不一致嘛，北院认为北检并未提出足够分量的证据啦。事实上，北检是2个罪同时声押嘛，第一个是行贿啊，那北检拿不出收钱的证据嘛，那第2个是图利啊，那北检也拿不出柯文哲有介入决策的证据，这个是北院的认知啦。
所以北院就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柯文哲基本上你没有罪证啊，所以就直接无保请回啊。那这个叫第一轮呐，因为北检不会轻易让步的啦啊。你看郑文灿那一次就是羁押庭开了第3庭才真的羁押嘛啊，那第1庭就是地方法院，那法官就直接他不是判1200万嘛，那第2次到高院判2000万啊，那到了第3庭2800万才真的就没再抗告嘛，不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北检不会就这样轻易就认输了啊，因为北检它不是毫无成果啊，大家不要搞错了。哦，北检事实上已经成功羁押了沈庆金、应晓薇还有彭正生，他只是没有成功羁押柯文哲啊，所以接下来他必然就是去跟沈庆金还有彭正生谈判啊，那希望他们能够在资金啊，还有这个介入决策提供更明确的证据嘛。污点证人一定是这样搞啦。我跟你讲，那个北检啊，它的逻辑本来就是如此啊。而且据我了解了啊，地方法院的法官啊，对于这种重要的高官的羁押案，他们不太愿意判啊。你看郑文灿不就这样？那我们那时候都在讲说，郑文灿是不是跟桃园很熟啊？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事实上是他们不想惹这种事。所以呢，这个是台北地院嘛，台北地院的法官可能他也不想惹这种事啊，因为他惹这个两边力量都很大他一个小小的地方法官，他不一定愿意可是无保请回惹的也不小啊。不，我知道，可是他如果判下去羁押，那个可能更大哦。那因为他上面还有一个高院啊，事实上郑文灿的案子就是这样嘛，后来是高院判的嘛，而且高院第1次也是交保啊，是2000万嘛，对不对？那到了第3次，这个他就开始就把他的就是已经判了嘛，所以基本上就没有再争执了。亮哥刚刚说阿扁也留言发文是吗？阿扁刚刚有人这个心头壳去访问他啦，阿扁就说他被无保请回2次，最后还是有罪啊。高虹安60万交保，他没有被羁押，羁押失败啊，那就60万交保，高虹安最后也是有罪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必然关系啦。事实上，民众党也有很多人是懂法律的啦，他们当然知道啊。所以，柯 P 事实上还是要去巩固他的说法啦。我觉得柯 P 今天有出来接受采访，2分多钟，是，我认为他讲太多话了。哦，我跟你讲，你现在还没有结束啊，你讲一些话都是会被北检在里面挑毛病、时间点啊，知不知情啊，这些当然是这样啊。比如说柯 P 今天讲了一段话，他说840%这件事，我是直到今年3、4月才知道。那个金华城这个案子是2021年就通过了对呀。那你840%到今年3、4月才知道，那北检一定会去查，看你2024年之前是不是知道这个状况啊？因为我跟你讲，彭正生他为什么被羁押？第一个就是检方认为，那个地方法国那个台北院认为彭正生就是从头到尾这个决定决策的人。那会议在他手上定的啊，对，签名他签的。所以我跟你讲，北院的认知事实上是倾向于说，目前媒体所外传的这些消息，还有包括彭正生讲的话，都是假的。不采信，等于是彭正生一手遮天呐，你知道吧？不是上面的解释。目前北院是这样认知，不然柯文哲怎么会被放呢？对不对？所以所以这个的理解，北检一定会去跟彭正生讲，说你现在如果不救你自己，你就完蛋了。他一定这样搞你的啦啊！那沈庆金也是一样啊，因为目前你金流查不到嘛，所以沈庆金你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方式？因为北检本来在查捐款案。就是捐款，大概10万元左右的捐款啊，然后还有那个木可公司的资金流向，结果北检查不出来啊，是查不出来那个沈庆金跟那个柯 P 的资金关系嘛，查不出来嘛，对，所以可是你想一想啊，那为什么沈庆金会被扣押？
所以这里显然就是沈庆京、应小薇跟彭振声这一段啊，北院是接受的。这接受不是只有图利罪哦，也接受行贿、收贿，你知道吧？啊，所以现在只是说这个受贿能不能延伸到柯 P，然后决策能不能延伸到柯 P，现在是卡在这里嘛？啊，那到目前为止，柯 P 就是你找不到证据，所以我认为柯文哲这个时候最好的策略是沉默，不要讲话，哦，等那个高院的羁押庭结束。你真的确定交保之后再说啦，哦，因为你现在事实上还那个北检正想方设法再让沈庆京啊、应小薇啦，或者是彭振声来当污点证人嘛，哦，不然真的扯不上柯 P 啦。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因为北院就是认为北检的证据不够嘛，哦，你金流也提不出证据。那柯 P 介入决策，你也提不出证据。那我们在媒体看到了诸多报道啊，比如说我个人也看到一些报道，什么都计委员被换掉啦，对呀，对不起，都是彭振声换的，对不对？学者专家有意见，彭振声不管；法务局有意见，彭振声不管，都跟柯 P 无关。目前北院的认知就是这样。对，的确，院方的认定是由副市长彭振声这个层次就决定完了，不采信他接下来说是上面授意指示的概念，所以彬哥，我看到你说，你认为这是重重打脸检方吗？当然是啊，因为你对一个政党的主席搞这么大的阵仗，你没有十足的把握，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这个会引起政治风暴。那当初北检会搞这么大的阵仗，我以为他至少掌握了某一些金流，大家都会以为，对啊，因为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很难去动嘛。如果只是单纯怀疑图利，然后你还没有掌握金流，你做这个动作过分冒险。结果北检的做法其实很明显，就是我先把人抓来之后，我再来查你的金流。对，结果查不到，事实就是查不到，不管外面流传什么170、700，结果到最后就是查不到，至少法官完全不采信这一块。那北检就糗了嘛，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说真的啦。柯 P 本来大部分的责任就在彭振声身上，因为不管是开会也好啊，其他相关那个签决也好，都是彭振声在处理。是，所以你要把柯 P 牵进来的话，最快最好的方式，也最百口莫辩的方式，就是有金流出来，就一枪毙命。那你找不到金流，那就很麻烦，因为你要证明柯 P 对这件事一无所悉。但是我老实讲，柯 P 那个回答我也不满意，什么到今年3、4月才知道，我一点都不相信。我完全不相信，怎么可能嘛？因为已经有好多段网络上的影片，苗博雅啊，其他好几个台北市议员都质询过，就这件事情质询过他。所以你早在2021年以前你就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你怎么可能到2024年才知道？这个说不通的啦。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恐怕这边也会是检方攻防的一个重点。但是我必须讲，检方第一回合挫败，但第一回合挫败就代表检方没招了嘛？才不是你知道，对检方来讲，我既然在北院行不通，那我就到高院去啊。高院法官也许就接受他的理由啊，很难讲哦，这个很难说。是，那他发回，那地院就要重新再指派一个法官再来处理哦。对，那另外那个法官也不一定的法官见解跟现在这个法官一样，所以对柯 P 来讲。其实风险还是非常大，那更何况邵秀佩现在刚从廉政署出来，可能要转到北检去复训。到北检了吗？对他提出的证词是什么也不知道。是。那如果以他过去公文显示出来的话，邵秀佩提了好几次的意见，都是学者都是反对的。那这个是单纯彭振声决定，还是其他人决定就不知道。那现在彭振声被压在里头，检方一定会策动他了。你赶快把柯文哲咬出来啊！一定会，这100%会做的事情，那就看彭振声会不会做到。那也不是他咬就算，你也要有证据能够证明啊。所以对柯文哲来讲，现在风险其实还是非常高。我老实讲，其实很高。那甚至会不会出现非常罕见的高院自为裁定？这个也是不是不可能发生，但这种事很少见。所以我觉得民众党恐怕还是要积极准备法律方面的攻防。这个事情没有这么快结束，至少还要好几个回合的交手。那当然，现在各方都有一些意见嘛。那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确实经过就是一连串的民众党内部的这一些财产的处理也好，竞选经费啊、政治现金这些传闻出来之后，
其实重创了民众党的支持度，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柯 P 的支持度不如以往，但是他还是有部分坚强的支持者，还是有很多小草愿意相信他，也完全不可小觑啊。那只是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好笑，这个人叫石板民夫，你怎么好意思出来讲这种东西啊？第一个，你所支持的民进党就是超级大双标党，好不好？民进党才不过几个月前，民进党不是发动群众在包围立法院吗？你在讲什么？民进党去踹法务部门，你忘记了吗？民众党发动群众去抗争多少次啊？不管包围法院也好，包围地院也好，一大堆啊！你石板民夫，你瞎了吗？你都看不见了，然后你还好意思讲你知道今天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很多日本网友很羡慕啊。羡慕什么？羡慕说台湾的司法可以把台湾犯抓进去啊。哦，就算是政党主席也敢抓，不像我们日本啊，日本动不了。岸田文雄不就是因为陷入丑闻吗？自民党自己内部的丑闻啊，政治献金丑闻，所以他不寻求连任啊。然后洛克希德案，你忘记吗？你们自民党当初搞得多大所以自民党就是一个贪污腐败党，还好意思出来跟你讲，日本人真的不要来这一套。江老师怎么看呢？那当然，这接下来民众党的发展，我觉得剧情只能说峰回路转，从开始搜索约谈，最后居然无保请回。那对于政治，它未来民众党的影响跟发展的方向，当然也完全不一样。还有其他回合要战呢啊。是我刚刚很听两位讲的，我非常同意啊。现在北检好像是就把柯文哲抓起来，然后再去呢，把他的手机啊，把他的硬碟拿来寻找里面看有没有蛛丝马迹，能够寻找到呢所有彼此勾结的这样的状况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钱，那就从他的太太陈佩琪医师着手，说你看你存着的钱存这么多上百万，还到 ATM 去存啊，这 ATM 这些钱怎么来的？那陈佩琪虽然都讲了，好像北检呢也不怎么相信。不过到底是多少钱呢？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是从媒体上看到的。先说有700万啊，然后再来说有170万。但是不论是170或700万，跟那个应小维拿的4000多万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哈，这不成比例。如果说贿赂市长只有这么小，而贿赂一个议员要这么多，这听起来有点奇怪。而且我要再提醒各位观众一下。就算170万、700万很令人怀疑哈，那当初陈明文在高铁上忘了300万，怎么任何法院检察官都不起诉呢？都认为说这个没有什么啊，300万放在行李箱里，放在高铁上忘了，说没有关系。所以也许以后啊。这个陈佩琪医师可以呢，也弄一个箱子啊，就提着100万这个钱呢，到处走一走，也许就比较不会有被人家质疑的地方。那这个民众党到底还要会多久啊？会不会因此垮台？当然要看最后他这个北检抗告啊，高等法院的宣判啊，然后才能做最后的定论吧。是。